嫡姐下药毁我名籍，逼我为妾。等我生下孩子，她便要夺子杀母。姐姐，孩子还给我。若非我身子受损不能生养，我怎么会让你这样的贱人入府做妾？如今你为世子生下孩子，以后我便是他的母亲，我会大度的给你在祠堂里放一块牌位，这样的抬举足够了。你安心上路吧。沈玉书，你不得好死！静书，你永远只能伏在我的脚下，做那块垫脚石，这是你的命，你得认。我没死，这是魏国公府的客房。我回到了喝下甜汤之后了，说什么心腹害怕，要我陪他入府，从一开始就是为我准备的局。甜汤里的药性发作了，想让我昏睡过去，再送到世子床上。这一世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你是何人？狄姐害我，我无路可走，求国公爷垂怜，静书只求一条活路。狄姐给我下药，想毁我名声，让我服侍世子帮她争宠。静书不想做一棋子，与其与世子的妻妾争宠，静书宁可做国公爷身边的婢女。静书不求什么名分，愿意做国公爷的人，只求国公爷救我。沈家二小姐才名在外，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？静书是庶出，万般皆是命，只是也想为自己争一次。若公爷不愿意，静书便是死，也不会遂了他们的心愿。沈二小姐，你可别后悔。国公爷不好了，世子院子里出事了。世子夫人昨日喝醉了，没入新房，世子和沈二小姐圆了房，此时世子夫人正在闹着呢。我等会儿过去。所以这一出好戏是你安排的？妾身不过是无路可退，赶紧趁着后院无人，把二小姐送到世子房里去。今日是大小姐大婚，送新房，若是世子发现可怎么办？大小姐是你的主子，她如何安排你便如何做。二小姐一个庶女，名声尽毁又如何？不过一个爬床的贱婢，到时候大小姐开恩，给她抬进府里做妾便是。你赶紧把人拖过去，误了事，唯你是问。灵儿表妹，你对世子的心思我最是清楚。现在有一个机会，今夜你只要躺在这床上睡觉，便有机会名正言顺嫁进国公府。我愿意，多谢二表姐。上一世你与嫡姐联手将我害得生不如死，这一世我倒要成全你这片痴心。若非昨夜妾身拼死逃脱，今日躺在那新房里名声尽毁的人就是妾身了。沈家二小姐倒是比外头传的更有几分意思。走，随我过去。世子如今还要护着那个贱人吗？我昨日喝醉了，出来喝醒酒汤，不知怎么就晕在了侧厢房。今日醒来，只听说世子洞房花烛，一整夜的荒唐胡闹，可我却在侧厢房。世子昨晚究竟是与谁洞房？这衣裙是我那庶妹沈静书的。昨日她闹着要陪我入府看热闹，没想到她居然爬到了世子的床上。侄媳妇儿别哭，婶子们必定给你做主。
这世子好糊涂，昨日大婚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？沈二小姐是庶女吧？所以说庶女有心计，想必是想攀高枝，才趁着嫡姐出嫁，找机会爬了世子的床。这样的贱人就该进了猪笼。妹妹，平时姐姐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你出来与我说个清楚！来人，把门给我撞开！我今日倒要看看世子和那狐狸精拿什么脸面来见我！沈玉书，你好大胆子！如此妒妇，竟敢带人打扰你夫君！沈静书，你怎么敢爬世子的床？好一个不要脸的贱人！你给我下来！够了，你闹够没有？刚嫁进裴家便闹得鸡犬不宁，这是你们沈家的教养吗？你这样的妒妇，如何能当得起世子夫人？二小姐呀，大小姐出嫁，你跟了过来看一眼，便爬了世子的床。大婚之日，把大小姐的颜面放在何处？你如今失了名声，还如何见人？夫君若想纳妾，妾身怎么可能阻止？可你怎能在新婚之夜与别的女子厮混？而且这女子还是我的妹妹。你让我这正式的脸往哪儿放？传出去，魏国公府还要不要见人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回去禀告双亲，世子到沈家提亲，把静书纳进府里做妾。这样我们姐妹共侍一夫，也能让她有条活路。世子夫人真是好气度，发生这样的事，居然还不生气，居然还让这庶女进门做妾，这样的嫡姐真正是难得。沈家嫡女果真是贤良大度，好一个京中贵女，让人佩服。姐姐慎言，我与世子从无瓜葛，何来要纳我为妾之说？沈静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是在床上吗？那床上的人是谁？表哥，灵儿如今已是你的人，你要护着灵儿才是。裴少，你居然和叶灵儿勾搭在一起，好一对不要脸的东西！没用的东西，不是你亲口说里面躺着的是二小姐吗？怎么会变成叶灵儿？大小姐冤枉啊！昨晚甜汤里的药，二小姐明明喝了，她怎么可能还好好站在这里？大小姐给的药我全倒进甜汤，是看着二小姐喝下去的。她药性发作，不可能无视。天哪，原来是心腹自己给亲妹妹下药，这也太狠毒了！大婚之日算计自家人。你说什么？昨晚大小姐吩咐你在我的甜汤里下了药。姐姐，你说刚嫁到国公府害怕，嫡母逼我一起陪你入府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你闭嘴！沈静宇，你别血口喷人，分明是这丫头自己胡言乱语，我根本没有说。若非你指使，你身边的贴身丫鬟怎会说出这种话？你叫人在我甜汤里下药，又想趁我昏迷将我抬进新房，害我失去名节。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陷害我？心思如此恶毒，大婚之夜设下这种下三滥的局，简直丢尽了沈家和我们裴家的脸面。我一直待姐姐真心实意，姐姐为什么要害我？你一个庶女，跟你进国公府做妾是看得起你，你还装什么可怜？若非你坏了我的好事，叶灵儿怎么会误喝了甜汤与世子睡在一起？沈玉书，你还有脸怪别人？我昨晚去静书房里说话，瞧见桌上有甜汤，他好心分了我一半。你为了一己之私，害你自己的亲妹妹，还害了我。你今日居然还敢在这里贼喊捉贼！我一个清白女儿家，被你害得失了名节，我不活了！姐姐，如今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行了，都别闹了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大不了把他们都纳进来就是了。沈玉书，今日这出荒唐事因你而起，府里如今不追究你，不过是国公府丢不起这个颜面。你既然过了门，就是正事，世子夫人该有的气度你得留着。这位夫君操成纳妾之事，本就是你分内的事。既然世子夫人有心将庶妹一起纳进府来，我便允了。等过几日，便安排沈二小姐和灵儿一起抬进门吧。逆子！沈二小姐是你的母亲，你岂敢污她名声？国公爷，此话从何说起？沈二小姐怎么就成了世子的母亲？昨日阴差阳错，我与静书已成了夫妻，我已决意娶她为继室。国公爷若是娶了她，那她就是国公夫人。世子和世子妃往后见她，可得天天跪拜敬茶了。事权从即，
今日一早，我已派人去沈家取了静书的鸡帖，过了婚书。从今日起，她便魏国公府的主母，国公夫人。国公夫人，我原只想当个庶母摆脱纠葛，她竟然直接抬我做正妻。国公爷，静茹不过是沈家一个庶女，身份低微，她凭什么当我的婆娘？放肆！今日我已派人与沈大人商议，沈家已开了祠堂，将静茹记在嫡母名下。如今她已是沈家名正言顺的嫡女，以后谁也不得对你们母亲无礼。把你内院的荒唐事处理好，等会儿到前正厅敬茶见礼。夫人，我们回主院。是，夫君。国公爷怎么能娶沈静睿？他明知那是沈家庶女，他怎么能做我的婆母？闭嘴！妄议尊长，这是沈家嫡女该说的话吗？说沈家嫡女的教养如此，不如请岳母夫人领回去再教教。你自己做下的好事被人指认了，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里吵闹？若非你自作聪明给沈静珠下药，她怎么会得了父亲的青眼？怎么会做了国公夫人？你这个蠢货！还有，灵儿昨日已成了我的人，今日便抬她做贵妾，安排在梧桐院。等会儿收拾干净，一起去向父亲母亲敬茶。请父亲喝茶。请母亲喝茶。你母亲因为被人下药陷害，入府仓促，还好昨日是国公府办喜事，只对外说静书也是昨日一起入的府，不过是大师说不宜大肆操办，也掩饰得过去。我已与沈家商议过，聘礼嫁妆这几日再补上，等会儿便开祠堂入族谱。从今往后，静茹就是魏国公府名正言顺的国公夫人。李成，沈氏静书正式载入族谱，为魏国公府主母。小辈上前，行宗族大礼。裴胜、沈玉书，还不给你们母亲行礼？给父亲请安，给母亲请安。沈氏，宗族长辈都在这看着呢，你身为儿媳，怎能对新主母如此无礼？给婆母请安，祝婆母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以后进了门须得好好敬重长辈，谨记国公府的规矩。如今礼已成，静书斗胆一问，国公爷位高权重，为何要如此仓促地娶我一个刚进名的庶女做继室？皇上猜忌我已久，有意将长公主下嫁于我。你家世不显，在京中却素有才名，你做着国公夫人，正好替我挡了皇上的赐婚。原来如此，功高盖主，皇帝想用公主牵制他。我给你国公夫人之尊，替你挡了你嫡姐的暗算，你替我挡了皇上的赐婚，以后这国公府便有劳夫人操持了。妾身明白了，以后还望夫君多多怜惜。今日是3日回门之日，沈家那边你打算如何应对？我那个嫡母向来把沈玉珠视作心头肉，如今沈玉珠被我抢了风头，降成了世子房里的人，我这位嫡母怕是恨不得扒了我的皮。你如今是魏国公夫人，在沈家没人能让你受委屈。有夫君这句话，静熙便安心了。怎么憔悴成这样了？真是委屈你了。静书，你是如何照顾你姐姐的？让你入府是去照顾姐姐，你看看你姐姐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！闭嘴！静书如今是国公夫人，
你岂能如此无礼？静书自有知书达理，御师是姐姐，不照顾妹妹倒也罢了，你还好意思让妹妹反过来照顾她？国公爷见笑了，我带2个女儿是一样心疼的，只是一时情急，国公爷勿怪。国公爷，世子前庭已备好香茗，请。国公夫人、玉叔，咱们妇道人家便不凑这个热闹了，去后院花厅叙叙旧吧。跪下，逆女！不过区区一个庶女，居然敢借着姐姐出嫁爬了国公爷的床，你哪来的脸？我倒小瞧了你，居然能逼得国公爷娶你为继室，还将你记作嫡女。母亲和姐姐执意要我陪着姐姐出嫁，不也是另有打算吗？我就算是庶女，也是身家清白的女儿家，姐姐为何要算计我？偏偏还要以最难看的方式。若我喝了甜汤被送入了世子房中，我今日便成了抢嫡爹夫君的人。姐姐，你非要我入府做妾来成就你的名声，难道就没有私心吗？那又如何？我让你服侍世子是给你脸面，你一个卑贱的庶女，不仅不感恩戴德，还敢反过来算计我！姐姐怕是忘了，按礼法，如今我是你的婆母，你最好对我遵礼数。要知道，出嫁从夫，你如今要守的是裴家的家规。沈玉叔，你若不想被休，就好好想清楚，我如今不是你能大呼小叫得罪的人。凭什么？那可是我的私房嫁妆，为什么要动用我的嫁妆去给那个庶女凑68台壮金？我不给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与玉妃之前对静薇做了什么龌龊事？你们心里没数吗？她如今是国公夫人，她若要报复，以她现在的身份，你那宝贝女儿玉妃在国公府能有什么好果子吃？你若舍不得你那点嫁妆作为赔礼，你便等着看你的宝贝女儿在裴家吃尽苦头被休回来吧。国公爷，今日回门仓促，老臣多有怠慢，先敬国公爷一杯。静书啊，你是我最小的女儿，以前在府里受委屈了，这次出嫁仓促，为父特意为你备好了68台嫁妆，你等会儿回府的时候便一起带回去。这也算是为父的一点心意，静书，你可千万莫要嫌弃。沈静居，你别太过分了！那68台里有一半都是我娘的私房嫁妆，那本该是我的，凭什么要填补你这个庶女？沈玉姬，我劝你想清楚，若是让世子知道，你根本不能生养。别说你母亲只为你准备了100坛嫁妆，就是200坛，明日一早你也照样能被一纸休书赶出魏国公府。你胡说八道！什么不能生养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沈玉书，从今往后，在我面前夹着尾巴做人，别惹我。往后，这国公府内宅的一应事务，便全权交由夫人操持了。妾身定不负夫君信任，给夫人请安。往后府中上下全凭夫人差遣。世子呢？昨夜不是说好要来我房里用膳的吗？回世子妃，世子昨儿个下了朝，便直接去了梧桐院。听说是在叶姨娘那儿歇下了。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如今做了姨娘，倒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。夫人，近来梧桐院的叶姨娘胃口是越发刁钻了，成日里只嚷着要吃酸的，这人也总是懒懒的，用过午膳便要歪着补觉。叶灵儿这是有孕了，看来这后院马上就要变天了。既然叶姨娘身子不适，
梧桐院的吃穿用度便多照付些，莫要怠慢了。是，奴婢明白。世子妃，奴婢刚才听主院的人说，梧桐院那位近来看算的厉害，成日里昏昏欲睡，连夫人那边都惊动了。他凭什么？一个妾室也配生下世子的骨肉？叶姨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舒服？大清早的在母亲面前作呕，成何体统？若是身子骨这般娇气，往后便在自己房里待着，免得出来过了病气给母亲。世子夫人恕罪，妾身并非有意失仪，只是最近身子实在疲懒，闻不得半点油心。够了，灵儿身体不适，你这个做正妻的不说关心，反倒在这沈家百般责难，这就是你沈家嫡女的教养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去，把大夫请来，给叶姨娘瞧瞧。灵儿，除了恶心，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表哥，妾身的月事已是迟了1个月，只怕是有了身孕。恭喜国公夫人，恭喜世子，叶姨娘确实已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脉象沉稳，母子平安。快去把我库里的极品燕窝取出来，给叶姨娘送去。这怀了孕的人吃燕窝最是滋补。重赏大夫，这可是咱们国公府的长孙，往后梧桐院的一切用度加倍，谁也不许怠慢了。灵儿慢些，回府府里回去歇息。世子夫人，叶姨娘如今有了身孕，你也该好好养身子，早日为世子开枝散叶才是。毕竟你生下来的才是世子的嫡子。是，儿媳告退。国公夫人当真是贤良大度，不过是一个妾室有孕满3个月，您竟也亲自设宴，办得如此体面。叶姨娘怀的是国公府的长孙，自然马虎不得。我也盼着这府里能多些喜事。不过世子妃进门也有些日子了，怎的倒让一个姨娘占了先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世子妃这身子有什么不妥呢。母亲贤良，儿媳自然感激。只是世子近日心疼灵儿体弱，多陪了她些，我做正事的自当体谅。世子妃宽厚，婢妾惶恐。若非世子妃平日里疼惜，婢妾哪里敢受夫人这般恩典？世子妃有这个气度便好，身为正室，往后更要安分守己，莫要失了分寸。妹妹，我想过了，以前都是我这个做姐姐的错，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。姐姐慎言，在这国公府里，你该称我一声母亲。至于认错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我是真的知错了，以后我一定安安分分待在后宅，相夫幼子，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。希望你真如自己所说，安分守己。夫君救我！落水了！国公夫人落水了！快来人啊！是你，沈玉说，是你把母亲推下去的。不是我没想推她。你们2个疯妇，若是母亲有什么养事，父亲定要了你们的命。周到，溥仪！没用的东西，夫人怎么会这么久还没醒？若是再不醒，立刻提头去请太医。国公爷，这真的不关妾身的事啊！是沈玉书想要害我，他故意把母亲往我身上推。妾身当时只是害怕极了，慌乱之下没看清，这才推了一把，哪里知道会是母亲啊！你胡说！
明明是你平日里恃宠而骄，极恨母亲，这才故意害了静书。她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妹妹，我怎么可能会害她？静书，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快，府医，再给夫人诊脉。恭喜国公爷，夫人如今醒来，便是药效起了作用，夫人和腹中的胎儿都已无碍了。胎儿，我有身孕了。你有了身孕，我们竟都不知道。幸好这孩子没事，不然我真要失去他了。是儿子的错，儿子管教内宅不严，冲撞了母亲，险些酿成大祸，求父亲责罚。裴胜，带你的妻妾去祠堂领罚，跪足3日，为你们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祈福。叶氏虽怀有身孕，免去长跪，但罚他在院中禁足，抄写经书100遍。至于你，身为夫君，管教不严，自罚抄写家规100遍。是，儿子领罚。静书，多谢你。我从未想过，此生还能有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夫君何出此言？世子他不是……我曾在战场上受过重伤，军医断言我此生极难再有子嗣，所以当年族中才将长房兄长的孩子，也就是裴胜，过继到了我的名下。裴胜竟然不是你的亲生骨肉！他虽非我亲生，但也在国公府养了多年。世子之位既然他已承袭，我便不会收回。你放心，若你平安生下我们的孩子，我自会另有安排，绝不委屈了你和孩子。好，妾身一切都听夫君的。夫君，玉书虽在辈分上是晚辈，但血缘上她终究是我的嫡姐。如今我腹中胎儿没事，可这外面天寒地冻的，若她在祠堂冻坏了，以后世子嫡子的生养上出了困难，岂不成了我这个做母亲的罪过？不如我们去祠堂看看她，我们也顺道去给祖宗上炷香，感谢祖宗保佑。他们能有你这样宽宏的母亲，当真是他们的福气，他们该感恩才是。夜深天寒，下人们竟如此懈怠，咱们进去给祖宗上炷香，顺便把玉书接出来吧。这么冷的天，若真冻出个好歹，倒显得我这个做母亲的苛刻了。夫人总是这般心善，只是这些当差的着实该罚，把人带下去，莫要惊动里面。夫君，里面似乎有争吵的声音。裴胜，你少在这里装无辜，当初是你让我故意推沈经烟落水的，如今事情败露了，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，让我一个人背黑锅。我是让你对付沈经烟，可我没让你借机去害灵儿。她肚子里的孩子，那可是我的亲生骨肉。亲生骨肉？裴胜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正室，我才是你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，只有我肚子生出来的才是国公府的嫡长孙。叶灵儿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抢在我前头生下长子？你肚子生的。沈玉书，你别在这白日做梦了，你自己不能生养，难道是想让我裴胜彻底绝后吗？我警告你，少打灵儿的主意。她肚子里的孩子要是出了事，我唯你是问。她生下孩子又如何？你当初可是亲口答应过我的，等她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就把孩子抱来给我抚养。我就是因为这个，才答应你把沈经书推下水的。你今日若是敢说话不算数，我立刻就去国公爷面前，把你的诡计全抖了出来。你害怕了？你怕国公爷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就会夺了你的世子之位，把这国公府留给他和沈经书的孩子。你自私自利，为了自己的爵位，连继母都敢谋害！你这个疯妇，你给我闭嘴！裴胜，你以后若敢对我背信弃义，我便将此事公诸于众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你真的疯了！把这事说出来，是想让裴静把我们全部逐出府去吗？父亲饶命！父亲饶命啊！国公爷饶命，妾身知错了。裴胜、沈玉书，我自问入府以来，从未做过半点对不起他们的事。国公爷对你们更是向来视如己出，可你们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肺，竟要合谋害死他的骨肉。就在刚才，国公爷得知我有孕，口口声声念着的还是你这个世子。他说你既已承袭世子之位，他以后自会对我们的孩子另有安排，绝不会与你争抢爵位。可惜他的一番苦心，终究是为了狗。你这4子的狼子野心，为了怕爵位被夺，竟然能对自己的继母痛下杀手。
还有你，我的好姐姐，你自幼骄纵，大婚之日便设毒计害我，不就是因为你身子有损，根本不能生养吗？如今你为了抢叶灵儿肚子里的孩子，竟然不惜再次对我这个亲妹妹下手，谋害继母，抢夺庶子沈玉书，你们夫妇二人当真是绝配。谋害母亲，罪当该死。我养你10年，念在昔日父子一场，今日饶你一命，明日一早你自请除族，从我裴氏族谱彻底除名，滚出裴家。父亲，儿子真的知错了，你要打要骂，儿子都认。求您千万不要将儿子除族啊！离了裴家，儿子就什么都没了，儿子还能去哪儿？求父亲开恩，饶了儿子这一次吧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父亲，求您再给儿子一次机会。静书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该死，我不该害你。可是裴胜，是他叫我这么做的。他说，只要我推你下湖，以后等叶驴芒生下孩子，便可去母留子，把孩子交给我抚养，叫我做母亲。前一世我为你生下孩子，你便对我去母留子，将我逼死。这一世你竟还想故技重施，把毒手伸向叶灵儿。沈玉书，我绝不会再给你任何害人的机会。夫君，明日便让他们出府去吧。魏国公府出了这等罔顾人伦、谋害继母的败类，若是传扬出去，裴家丢不起这个人，到时候名声尽毁，裴家人还怎么出去见人？拉下去！裴胜身为子嗣，罔顾人伦，谋害继母。今请族谱，自今日起，将裴胜连同妻妾一并自请除族，从我裴胜族谱中彻底划除。族长开恩啊！不要除族，我们知道错了。那是我的首饰，你这个奴才凭什么抢我的东西？沈氏，你睁大眼睛瞧清楚，这匣子里装的是国公府宫中的御赐金器。国公爷大度，准你们带走自己的私房嫁妆和提己银子，可这国公府的宫中物件，你如今被除了族，一分一毫也别想带走。表哥，咱们没了国公府庇好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国公爷、夫人，宫里的旨意批下来了。那是我的首饰，你这个奴才凭什么抢我的东西？沈氏，你睁大眼睛瞧清楚，这匣子里装的是国公府宫中的御赐金器。国公爷大度，准你们带走自己的私房嫁妆和提己银子，可这国公府的宫中物件，你如今被除了族，一分一毫也别想带走。表哥，咱们没了国公府庇好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国公爷、夫人，宫里的旨意批下来了。废除裴胜魏国公世子之位的奏折，皇上已准。世子之位已废，他与我们魏国公府，从今往后，便真的再无半分瓜葛了。这个蠢货，沈玉书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！静书如今是名正言顺的国公夫人，他不想着好好巴结他妹妹，居然还敢对他下毒手！老爷，玉书已经被逐出国公府了，那可是咱们的亲闺女啊！难道咱们就不管她了吗？怎么管？如今被逐出国公府，谁也不许去接近她。传我的命令，
从此以后，他和咱们沈家再无干系。谁若敢偷偷帮他，便和他一起滚出沈家！以前在国公府伺候，何曾干过这种粗活？如今跟着个被除族的，真是倒了血霉！放肆！本大少爷就算落魄了，也轮不到你一个狗奴才来编排！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好你个裴胜！要不是我从那些多嘴的仆妇嘴里听到，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。沈玉书自己不会生养，居然妄图夺走我的孩子，还想要对我去母留子。灵儿，你别听那些下人胡说，我那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我最疼的自然是你和孩子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！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你若是不把沈玉书贬妻为妾，将我扶为正妻，这孩子我今天就……灵儿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我的长子。我疯了？是你逼我的。你若真想让你们这一脉彻底绝后，你就让他继续霸着正室的位置。裴胜，你凭什么贬我为妾？我是沈家的嫡女，你让叶灵儿这个寄人篱下的妇女做正妻，你把我放在哪里？贬你为妾，如今给你留个妾室的位置，你都该感恩戴德。要不是你那天晚上在祠堂管不住自己的嘴，父亲母亲怎么会知道真相？我们又怎么会被剥夺爵位，自请出族？那是你教唆我的，是你害怕静姝生下孩子夺你爵位，是你非要害他的。闭嘴！本少爷因为你失去了继承人的位置，失去了大好前程，如今沦落到这漏雨的破房子里，你居然还有脸在这争名分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丧门星！叶灵儿，你把厨子和粗使婆子都卖了，以后谁来做饭，谁来撒骚？夫君如今没了差事，咱们坐吃山空，这钱自然要省着些花。以后我还要为夫君生儿育女，开销大着呢。这些银子从哪儿来？自然是现在从你身上省出来的。那凭什么连夫君的衣物都要我来洗？我以前可是国公府的世子妃。你现在不过是个伺候人的下贱妾室，认清你的身份，不洗，那今晚你就别想吃饭，给我使劲洗。娘，您救救女儿吧！那个叶灵儿如今天天折磨我，连饭都不给我吃。夫君也整日非打即卖，您给女儿一些银钱打点吧。放肆！你还有脸回来要钱？当初若非你自作聪明下药，国公夫人之位本该是你的，沈家也会更进一步。如今你被除族贬妾，成了满京城的笑柄，居然还敢登门！老爷，玉书毕竟是我们的亲骨肉。妇人之仁，来人，把这个逆女给我乱棍打出去！从今往后，谁若敢放她进来，直接乱棍打死！这肉炖得倒软烂，可味道寡淡，像死了几天的鱼。怎么听不见？我跟你说话呢。那妾身明日换种做法。你从前做世子妃的时候，连盏茶都不肯端给我的，现在倒肯为我下厨了。沈玉书，这滋味好受吗？你最好一直这么乖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若还能记着你半分好，便赏你个安稳觉。明日我想吃鱼，要油煎的，两面金黄，不许揪，不许生。大姑娘，叶姨娘这月份不能天天这么个吃法。
不是他要吃油亮的，说孩子才壮实吗？孕妇是要补，可胎儿养太大了，生的时候要命啊！会的，我会好好做。打开看看。这是我娘的玉佩，还有这信，夫君怎么拿到的？你既嫁了进来，你娘的东西我自然替你寻回来。夫君与我当初不过是各取所需，这些事不在约定之内。你如今是国公府的主母，你的体面就是我的体面，你娘的东西不该落在旁人手里。从前在沈家，我总以为只要我足够好，足够听话，他们就能看见我。后来才明白，有些人你做得再好，他们也看不见你。我娘走后，就再也没人看见过我了。所以夫君，别对我太好，我分不清哪一部分是真的。我看见了，以后我也会看见，每天都看见。快去叫文福，快！别怕，生孩子就是这样，得等时辰。叫稳婆，沈玉书，快去叫稳婆！这几个月的饭菜，可还合你胃口？你这个毒妇！胎位不正，孩子太大了，只能选一个。去母留子。张兄、李兄，多日不见，小弟做东，咱们上楼喝一杯。哟，这不是裴世子吗？怎么穿成这样？被国公府赶出来的日子不好过吧？张兄说笑了，不过一时周转。周转？你一个被除族的破卢寒，拿什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啊？两位哥哥，念在往日情分，拿去，就当日行一善，往后别再来寻我们，丢人！呸！夫君，来看看咱们的儿子。灵儿呢？妹妹命薄，孩子生不下来，血崩了。不过夫君放心，以后我替她把孩子养大。你故意的！夫君说什么呢？灵儿妹妹身子弱，孩子又大，稳婆来迟了，这怎么能怪我？这件事啊，裴胜殴杀妾室沈氏，事实清楚，一律判斩监后，秋后处决。叶氏难产没了，沈玉书被裴胜打死了。
裴胜判了秋后处斩。没想到他居然到了如此地步，真是造化弄人。稳婆，太医！恭喜国公爷，母子平安，是个小少爷。这一世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还活着。